在这个经济下行、就业难上加难的时代，中国的年轻人们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。大学毕业即失业，35岁就被视为高龄，裁员潮此起彼伏，无数年轻人在这场残酷的生存游戏中苦苦挣扎。然而，在这片看似荒芜的就业沙漠中，一股新的地摊经济热潮正悄然兴起，成为了许多无处可去的年轻人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餐饮这个曾经被视为永远的朝阳产业的领域，如今却成了一个血腥的屠宰场。2023年，疫情刚刚结束，无数怀揣梦想的创业者们蜂拥而至，仅1年时间就有近300万家新店如雨后春笋般冒出。然而，这看似繁荣的表象下，却是一场惨烈的厮杀。据统计，2023年的闭店数量达到了2022年的惊人2倍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每开2家店就有1家倒闭，无数创业者的血汗钱就这样付诸东流，甚至有人因此倾家荡产，背负巨额债务。然而，这场噩梦并未就此结束。2024年上半年，尽管新增餐饮企业数量有所下降，但仍有131万家餐饮相关企业诞生。与此同时，超过100万门店黯然离场，这个数字相当于去年全年的总和。曾经的创业热土，如今俨然成了一台绞肉机，将无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碾得粉碎。在这样的大环境下，那些曾经踌躇满志的创业者们不得不开始寻找新的出路。而此时，一个低成本、低门槛的创业方式开始引起了他们的注意：地摊经济。当实体店经营日渐艰难之际，地摊餐饮这个小成本创业赛道却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这股热潮之猛烈，简直令人瞠目结舌。打开抖音，你会发现地摊创业的话题播放量已经突破了200亿次。没错，你没看错，是200亿次。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许多当红明星的视频播放量。与此同时，地摊餐饮的相关话题播放量也高达137万次。如果你认为这还不够疯狂，那就去看看小红书吧。在这个年轻人的聚集地，仅地摊卖什么好吃一个话题，相关笔记就已经超过了500万篇。此外，地摊创业推荐、地摊柠檬茶等话题的笔记数量也已经突破10000篇大关。这些数字背后是一场席卷全国的摆摊革命。从北京的胡同到上海的弄堂，从广州的珠江边到成都的锦里，处处可见年轻人支起的摊位。他们或卖烤串，或卖奶茶，或卖手工艺品，用自己的方式在这个残酷的时代中寻找生存之道。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地摊运动中，参与者的构成可谓是五花八门，堪称一部微缩版的中国当代生存图鉴。首当其冲的自然是那些刚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。在找工作屡屡碰壁后，他们将目光投向了这个门槛极低的创业领域。25岁的小林就是其中之一。这个刚毕业的设计系学生，在投出上百份简历却石沉大海后，索性在学校附近支起了一个奶茶摊。我的摊位可能是整条街最靓的仔，小林自豪地说。确实，他的摊位颇具设计感，文艺范儿的小招牌，充满创意的网红布置，闪烁的小夜灯，无一不彰显着年轻人独特的审美。至于卖什么，小林选择了技术门槛低、成本小、颜值高的柠檬茶和冰粉。虽然赚的不多，但至少能养活自己，还能积累一些创业经验。小林说，最重要的是，我觉得很自由，很有成就感。与小林不同，34岁的陆先生则代表了另一类群体，中年失业的职场人。曾经月入上万的他，在失业2个月后，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，数百份简历石沉大海，背负着房贷车贷的压力与日俱增。最终，他选择了摆摊卖炒饭。创业3部曲：摆摊、开店、自媒体。
自媒体难变现，开店风险太大，相比之下，摆摊门槛低，投入小，就算赔了也不会伤筋动骨。陆先生说出了自己的选择逻辑。与年轻人不同，陆先生选择了更为传统保守的品类，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技术磨练和产品质量上。更有意思的是，一些曾经的实体店老板，如今也加入了摆摊大军。阿牛就是典型代表。这位曾经的火锅店老板，在店面被迫关闭后，开始在街头摆起了牛杂摊，店开不下去了，但生活还得继续。为了生存，只能创业。阿牛无奈地说，说不定还能找到新的商机呢。甚至连一些大品牌也开始下沉到地摊市场。去年，海底捞、蜜雪冰城在各个城市的摆摊行为就曾引起轰动。今年，连米其林餐厅都开始组团摆摊了。在各大社交平台上，关于地摊创业的暴富神话层出不穷，校园摆摊日入上千，大厂离职摆摊月入上万，摆摊1个月收入5位数，这些耸人听闻的标题似乎在暗示，只要你敢于摆摊，财富就会像潮水一般涌来。然而，真相究竟如何？让我们跟随牛杂摊主阿牛的视角，一起来算一笔账。阿牛每天晚上6点出摊，一直忙到深夜11点，地铁停运，整整5个小时。按照1个月30天计算，他的日均流水在600至700元之间，月营收能达到18000至2万元。乍一看，确实实现了月入过万的目标。然而，这只是收入的一面。让我们再来看看支出。首先是食材成本，每天光购买新鲜牛杂就要花去200至300元。其次是设备成本，仅摊车、设备和灯牌等一次性投入就超过了1万元。此外，还有水费、电费、燃气费、调味料、包装等各种杂七杂八的开支。即便不算人工成本，每天的纯利润也就200至300元左右。阿牛无奈地说，勉强能糊口罢了。更糟糕的是，这还只是理想状态下的收益。现实中，地摊收入的不确定性极高。天气因素，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可能让当天的收入归零。位置变动，没站到好位置，营收可能直接腰斩。同行竞争随着入局者增多，内卷愈发激烈。以网红品类淀粉肠为例，深圳一个地铁口就能看到2至3个相同的摊位，竞争太激烈了。很多时候，一天只能赚200至300元。淀粉肠摊主过气的大学生说，咖啡摊主小妖怪的遭遇更能说明问题。天气好的时候，日营收能破500，但遇到下雨天、冷天，要么接受营收锐减，要么就只能挤进商场里的高租金区。正如餐饮专家所言，餐饮摆摊看似简单，实则充满不确定性。这意味着既有暴富的可能，也蕴含着巨大风险。在这个看似自由的地摊世界里，摊主们每天都在走钢丝。除了上述提到的天气、位置等不确定因素，他们还面临着更多难以预料的挑战。政策风险，尽管国家早在2020年就放开了地摊经济的政策，但直到2023年，深圳才不再全面禁止路边摊。即便如此，哪里能摆，哪里不能摆，至今也没有明确的细则。北京、上海等城市的情况也大同小异。想找城市最全的摆摊选址攻略，只能去小红书上找。一位摊主无奈地说，正因如此，被城管驱赶，被迫打游击战，已经成为许多摊主的家常便饭。同行举报，更让人心寒的是，有些摊主还要面对同行的恶意举报。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上诉说了自己的遭遇，就因为我的生意比较好，就被同行举报无证经营，直接被罚款2000元。这种内卷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，摊主们不仅要与天气、政策做斗争，还要提防身边的同行。季节性影响，某些品类如咖啡、
柠檬茶等饮品，销量会随季节剧烈波动。冬天来了，谁还愿意在户外喝冰饮呢？一位柠檬茶摊主说，到时候只能转行卖热饮，又是一笔投入。地摊餐饮这个看似美好的财富密码，实则暗藏汹涌。那些号称月入几万、日入上万的网红博主，大多数都是在哗众取宠，赚的不是摆摊的钱，而是流量的钱。地摊经济固然有其独特的魅力，门槛低，灵活性强，能够快速积累经验，但它绝非一条通往财富的捷径。相反，它更像是一场残酷的生存游戏，考验着每个参与者的智慧、耐力和韧性。在这个经济下行的寒冬里，地摊经济或许能为一些人提供一线生机，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，这不过是一种无奈之下的选择，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挣扎。对于整个社会而言，地摊经济的兴起折射出的是就业市场的萎缩、传统产业的困境，以及年轻人日益加剧的生存压力。它是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种种困境与矛盾。